好，欢迎来到红石口袋，我是安啾。今天的主题呢是我去日本游记心得，跟我买的战利品。我本来这个影片预计是要分开来放，可大家都知道我的相机在京都计程车上面掉，因为它掉了，所以我只好就是增添一个新的伙伴，就是现在正在拍摄的这一台叫做 G7X Mark II， 是我弄丢那台相机的好兄弟，它就是第2代的 G7X。那不是重点，那个故事等我后面再说。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看一下哈。第一天我跑去一家店叫做 Alice on Wednesday， 大概在新斋桥附近，然后那边就有卖很多是跟爱丽丝有关的饰品啊，或是一些吃的，而且重点是还要排队耶。排队的时候那边还有一个老爷爷，他就会在那边就是可能管理排队的秩序啊。其实我去的目的就是为了跟他的门口拍照，因为那个门口就长得很像爱丽丝的场景啊。然后他看我在那边拍就是探头出来的照片，然后他就问我说“塔诺西，塔诺西”，然后我说“塔诺西”，我就觉得很害羞，因为排队的人那么多，然后大家一看我在那边拍照，之后就到了新斋桥嘛，就当然要跟那个固力果跑跑人合照。那合照完以后呢，今天其实就没有什么行程，就只是去新斋桥逛逛街这样子。然后我可以跟大家推荐一家店的奶昔，我觉得很好喝。其实网络上推荐是它的松饼啊，可是我没有吃松饼，因为那一天实在是走太久路。口太渴了，那家叫做 Kiki 什么的，有一只猫咪的那一家，那家在新斋桥有，它的草莓奶昔好好喝哦，我觉得很好喝，大家可以去喝喝看草莓奶昔，我觉得很推荐。接下来我们就只是去吃喝喝，有一家店叫做龙虾三明治，那时候我也是查了网络的评价去的，我个人还蛮喜欢吃龙虾、螃蟹这类的东西，距离上次我吃大龙虾跟大闸蟹应该已经是好几个年头的事情了，很久没有吃到完整一只脚了，好。那不是重点，总之就是我很喜欢龙虾的味道啦，只是很少吃，因为它有点贵。然后那时候想说，虽然说有的评价觉得普普还好，可是我还是想要去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排队啊，就其实也没有排很久，大概排个3分钟吧，就吃到了。我觉得哇，好好吃哦！龙虾肉是冰冰的，可是面包是热热的，就是会变成上面肉是冷的，然后下面面包是热的情形。可是我觉得它的面包不是那种就是 7-Eleven 卖那种热狗面包，软软的，它是很脆，然后很有口感，我觉得很好吃。然后配上龙虾的味道，很好吃啊！你们觉得不好吃吗？道顿崛跟新斋桥他们2个就在附近，所以我们就去道顿崛的一兰拉面吃晚餐。之前 PTT 有展开拉面大战，大家就觉得一兰为什么要得第1名呢？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其实我觉得一兰已经算很好吃了，它的位置蛮好笑，有人说它是边缘人的天堂，可以默默的一个人走进去，然后一个人默默吃完出来，好像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它就长得像 K 书中心啊。原本想要去吃拉面王推荐的那几家，可是有些真的是要走太远了，可能有些行程会塞不下，想说那就等下次再来吃吧。我明明这次来就是为了环球影城，结果我还是可以买到迪士尼的东西。你看迪士尼是不是无远弗届，无所不在？我就只买一个东西，就这个。它之后就陪伴我2-3天，就是这个 Star Wars 黑武士。主要是因为它还蛮可爱，而且那个时候它在特价，所以一个应该只要台币300多块吧，我记得特价。而且我那时候其实真的很需要一个小包包，因为就是在饭店休息，可能想要出来买个章鱼烧吃啊什么的，我就想要带个小包包。然后它后面呢，这个是做透明的设计。这个透明的，就是你把手机放在里面啊，你仍然可以滑手机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方便哦。然后自从有了这个，我就把它放进去，然后我看完地图就直接把它放下来，就是这样子的配置，我觉得哇，这真的实在是太好用了。那时候我进 WeGo 版是锁定一只兔子，不是说我要介绍给大家吗？就是这一只也是在 WeGo 买的，我在 WeGo 的官方网站买的。还好那个时候有买，因为这次我去的时候，结果一只兔子都没有看到。在最后一天我又进去 WeGo 逛的时候，这是突然的，前几天都没有，就突然冒出了这只兔子，然后我就觉得很欣喜啊，因为它就只剩这一只然后其他兔子的踪迹都没有看到，就只有它而已。那我想说，我颜色也没得选，可是我也只看见这一只啊，那我可能跟它命中注定吧，我就把它带回台湾了。一个韩国插画家叫 Esther King， 然后他所画的一只兔子叫做 Rose Bunny， 然后他在 Line Camera 有出一些贴图，那时候我是因为看到 Line Camera 的贴图，觉得它很可爱。其实它是背包，但是我从来没有背过，因为太羞耻了，我不太好意思背这个在路上。想说陪我啊，当朋友，而且拍摄影片的时候啊，就是也有一些背景，有没有？他就跟我一起
在这边陪我一起拍影片。接下来我就可以来介绍我们住的饭店。我们住的是 Domi Inn Namba， 就是在南波的 Domi Inn， 它好像是新开的。我觉得这家饭店很深得我心因为它真的是一家很贴心的旅馆。它不仅有温泉，它是分男女汤的，它有男女汤的温泉给你泡。泡完温泉以后呢，只要在晚上11点以前，它还会免费的酱油拉面给你吃就是你去它的那个食堂餐厅，它就会煮个免费的酱油拉面给你吃。而且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耶，还有这种服务，我觉得很贴心。而且它女汤的保全措施做的还蛮好的，就是你如果要进去女汤的话，你需要密码，可是男汤好像就不用，是女汤才需要输入密码，而且每天都会换，所以你每天都要去柜台领取密码，你才可以进去女汤。我觉得还不错。在房间里面的电视，你可以看现在温泉的拥挤程度。然后如果太拥挤的话，你就可以不用现在去泡。我每次都是等人最少的时候去泡，就大概是2点的时候吧，因为跟别人一起在那边洗澡很害羞所以都等人最少的时候。然后都是韩国妹子跟我一起泡，哈哈，羡慕吧？泡完温泉以后不是要吹头发吗？它的吹风机竟然是 NA97耶，我觉得好有诚意他怎么知道观光客最爱 NA97好幸福可以泡温泉，然后泡完温泉又可以用 NA97，然后吹干头发以后还可以去吃酱油拉面，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天堂。吃完酱油拉面，你如果还是觉得很饿，因为它只提供到晚上11点嘛，那如果你还是觉得很饿的话，你只要到1楼，它旁边呢是连着一家全家便利商店你连出去饭店都不用，它旁边还有开一道暗门，好，不是暗门啦，就是一个小门，只要你带着你的房卡就能自由进出，你完全可以直接穿饭店提供的衣服直接走进去买，然后店员也不会觉得怎样，他已经习以为常，我觉得超贴心的耶，你完全不用走出去。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它外面还会有一个板子，就是写的这一周的天气状况，还有环球影城的拥挤程度。旅馆真的是太贴心了。它算是中价位的旅馆，如果要住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价格。我这6天都是选择住那里，因为我实在是很懒的一个人，很懒得每天收拾行李然后换饭店，那让我觉得很焦虑。所以说我就选择6天都住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它其实交通蛮方便的，你只要走个5分钟就可以到长觉桥站跟日本桥站，就是2边不同的方向。看你要去长觉桥搭地铁还是去日本桥搭地铁，其实都蛮方便的，而且地铁很快，因为他们每一站的距离都很短，所以说其实都蛮快的。这里我好喜欢，而且他们的吉祥物是一只鸟，很像河童。日本饭店有个通病就是，它的空间会有一点小。那时候我选的房间大小是 double queen size， 因为我希望那个我的行李箱可以摊开。那如果是选那个最大房的话，它是可以摊开的。不过好像是最小的话，就可能会有一点挤，就可能没有办法把26寸行李箱摊得很开。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在选择房型上面要多顾虑一下，因为日本的饭店通常房型会比较小。对，我觉得这就是它唯一的缺点，可能房间会比较小。不然它的电视很好笑，它还有那种催眠那种类似阿法波的音乐给你听，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可以开着。所以说我每天回到饭店都觉得很开心，因为觉得很舒服。觉得我讲得很长我不知道会不会拍很多集。接下来我们就换到第2天了。第2天我们就去看大阪的天守阁，3层护城河，然后我觉得很壮观。真的，我跟你们讲，自己自助去真的跟团差很多。每次跟团到这种观光景点，就是看个塔，然后就拍照，这我都觉得很乏味。可是你如果是自己安排的行程，然后你自己去了解它的文化的话，你就会突然觉得好有趣天哪！天守阁大概就是大家要自己去才能够亲眼见证它的壮观。然后我们就去了梅田，然后去了梅田以后呢，我们就也是逛街购物行程。我们那天梅田安排一个晚餐是去吃墓地大阪烧，为了要吃那个大阪烧，发现跟我们要逛街的地方其实真的是有点距离可是那时候肚子又很饿，所以我们就想说先去吃墓地大阪烧。它是一间老爷爷开的店，就是那个老爷爷他人很好，他很亲切，他会跟客人讲话。我不是坐吧台，所以他没有跟我讲话。不过他会看每一个客人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他就会递一张那一家国家语言的小纸条给你。然后我就收到一个小纸条，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哇，好有心啊！虽然说每一张的内容都一模一样，可是真的都是亲笔写的。而且它的大阪烧在大阪烧界呢，我觉得算很好吃的。我之前有在台湾吃过一次大阪烧，很奇怪的味道。但是这次墓地大阪烧让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原本我是要去 Loft 跟 Kitty Land， 可是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没有去。但是我有去梅田地下街走一下，我刚好逛到一家店叫做 It's Demo。
哦，真的是超赞的！我那边买了一些东西 ，Estemo 就是卖一些可爱的联名商品。首先第一样是这个是仙子精灵跟皮卡丘，而且这皮卡丘是母的哦，大家知道吗？母的皮卡丘它的尾巴是爱心形状的，公的话就是跟小智那只皮卡丘一样。然后它是蜜粉。我觉得其实还算蛮好用的，它就是这样子，然后里面长这样。而且其实你们不要看说它感觉包装很可爱，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它其实都是跟一些美妆品牌合作。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它是跟一家美妆品牌合作的，所以说它的效果其实不太需要有疑虑。然后还有一个又是蜜粉，我真的觉得我疯了哎！我为什么买一大堆蜜粉？可是你看是小美人鱼哎，小美人鱼你抵挡得了？其实你看这么闪，像宝石一样的东西，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它走呢，然后它刷子上面还有一些就是 Ariel 的小图示，我觉得哇，好漂亮哦，好可爱。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然后它也是跟一家做矿物蜜粉的合作，叫做 Only My Rose。它有2个色号，茉莉公主是白皙的颜色，然后 Ariel 是自然色。我有点不太知道，不应该是茉莉公主是自然色吗？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但是大家可以去查 Only My Rose 的评价，然后可以看它 YouTube 影片。它的矿物粉底看起来超神的，它的那个瑕疵可以遮得很干净。但是它这一盒叫做矿物蜜粉，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效果是不是跟它一样。然后它也有附夹链袋啊，大家可能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个？就是因为 Ariel， 然后这个包装太漂亮吗？其实也不是啊，是因为这个矿物蜜粉，号称是对肌肤负担比较小，它可以直接用洗面乳就把它洗掉，可以刷着睡觉，然后又可以不用卸妆。如果想说真的有一天我们可能大家一起出去跟人家玩扑克牌，又怕自己的脸比鬼牌还要恐怖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拿这个来挡一下，然后不小心睡着了，好像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就买了这一盒，就是以这样的理由去买了这一盒东西。我还有买一样东西是这个 One Day Tattoo， 然后是跟爱丽丝联名的眼线笔。其实我对眼线笔都不知道有什么期待，这完全就是因为爱丽丝而买的商品。它就是长这样，它的笔是长这样子的。它优点是很好画，你可以随意自在的操控它的线，都还蛮顺手的。但是它会有个问题是不会晕，可是它会消失。它也不会掉絮，它就是会消失。它可能不是真的很 one day tattoo 啦，它在我脸上就是会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很可爱，爱丽丝的哦。然后有做活动，如果你买爱丽丝的商品的话，它就会送个小赠品，赠品就是这个，有没有很厉害哦？送你几张爱丽丝的卡，还有一支笔。它这支笔是做5颜6色的那一种，所以它可以画出彩色的线条。对，我看一下里面好像有很多张哎。里面有很多爱丽丝这种黑白的话，好像是可以填色吧。我觉得哇，这赠品也太赞了吧！而且它的纸质很好，是属于比较硬的那一种，蛮赞的哎，其实还不错哦。而且它的笔上面还有那个扑克牌的花色，有没有？超赞的。然后我觉得梅田除了那个大阪上 Estemo 可以去以外嘞，还有个地方我也很推荐，就是它的空中庭园。它的空中庭园超浪漫的耶，是要付门票才能上去的，很漂亮。它真的要晚上去，外面看出去很壮观，而且它玻璃擦的超干净的，就可以把大阪市容看得很清楚。然后就觉得好梦幻，很漂亮，而且那边的设置也很好。那边有个地方是会有几个位置，可以两个人坐的，叫情人雅座。但是其实我没有抢到情人雅座哎，然后他们又一直不走，所以我也没有坐的机会。除了在里面看夜景以外，你还可以走出去。然后走出去以后呢，它的地板是它会有荧光的效果，就很像星空步道。我觉得好美哦！它还有个地方是可以让你锁情人锁头的，所以你就可以去柜台那边买一个锁头，然后上面还可以雷射刻你们两个的英文名字，那你就可以把它锁在那边，气氛很好，所以可以把它排在最后的行程，当个浪漫的结尾。然后梅田呢有一家很大家的，可能想要买电器都会去的，叫做 Yodobashi。我唯一有买的就是这个，这是什么呢？就是 Panasonic 的烫睫毛器。我的睫毛其实不算短，可是它没有很翘，就是蛮垂的，所以可能会挡住我眼神的光芒，所以我还蛮喜欢夹睫毛的。然后这个烫睫毛器就可能可以让我睫毛可以再翘一点，是装电池的。你可以先看到说它这个上面是紫色的，开，现在就是打开它了。打开它以后，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就是它可以上下，有没有看到吗？它可以转。你可以控制它往下跟往上，它的温度是可以把睫毛烫上去的温度，而且不会太烫。然后它加热完毕的时候呢，这个紫色会变成粉红色这样子。好，现在已经变粉红色了。它这个是可以水洗的，可是我觉得，哎呦，它可以拔起来，然后再把它装回去。
很喜欢这个烫睫毛器 Panasonic， 这就是我唯一在尤多巴西的收获。这一条就是罪魁祸首。这一条原本就是要拿来给我挂相机用的，但是真的很残念的是，它这个是宽版的，这个是没办法穿过我的相机线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买错了这个相机挂绳，所以才会导致我弄丢相机。如果那一天我买对相机挂绳，那我的相机就会好好的挂在我脖子上，跟着我一起回台湾。但就是因为在尤多巴西这一天，我买错了这条绳子，所以相机才会不见，好伤心哦！怎么会这样？